45亿年孕育人类，这不是人类的胜利，只是因为还没死绝。珊瑚礁上的寄生虫器官比你的还精密，它们没在进化，只是在漫长的摆烂里把能丢的功能全丢了，活成了最稳妥的废物。请注意，本视频时长半小时，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化的终极目标，是宇宙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证明。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套叙事从本质上就是错的呢？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进化论中最容易被误解的那个部分。45亿年前，那时候的地球刚刚从太阳系的混沌中凝聚成型，还是一颗炙热的火球，岩浆四处流淌，陨石不断撞击，大气中充斥着有毒的气体，根本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如果那个时候你站在月球上回望地球，你看到的会是一颗红色的、不断冒着火焰的恐怖星球。但生命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开端。大约在41亿年前，地球开始慢慢冷却，雨水从天而降，填满了低洼的地形，形成了最初的海洋。就在这片滚烫的、充满各种化学物质的原始汤里，某种奇迹发生了，不是神话中的奇迹，而是化学反应的奇迹。最早的有机分子诞生了，它们是一些简单的碳基化合物，能够自我复制，能够储存信息。这些最早的生命雏形，结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简单到它们可能只是一些 RNA 片段，连细胞膜都还没有。它们不会思考，不会移动，甚至不会主动觅食。它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复制自己。这就是地球生命的起点，不是天使降临，不是神灵的馈赠，只是碳原子在特定条件下恰好形成了能够复制自己的结构。从那一刻起，进化就开始了。这个进化没有任何预设的方向，生命只是在不断复制、不断变异、不断被环境筛选。那些复制得更快、更准确的个体会留下更多的后代，那些适应环境的变体会存活下来，不适应的则被淘汰。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延续了整整45亿年。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没有哪个生命在说我要变得更复杂，没有哪个细胞在决定我要变成人类。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无数微小的随机的变异中，被环境这只无形的手无情地筛选着。这就是进化的第一个真相，它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它是筛选的结果，不是努力的方向。如果我告诉你，生命史上99%的物种都已经灭绝了，你会作何感想？这个数字不是我随口说的。根据古生物学家的估算，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物种有99%以上都已经彻底消失了。它们不是失败了，它们是死绝了，字面意义上的死绝。在寒武纪大爆发之后，生命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三叶虫在海底爬行，奇虾在水中巡游，海百合像植物一样摇曳着触手。这些生命在当时的地球上都是成功的典范，它们活得很好，繁衍得很旺盛，是各自生态位的主人，但它们都消失了。三叶虫存在了将近3亿年，熬过了无数个地质年代，在二叠纪末期的超级大灭绝中，和96%的海洋生物一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奇虾
更是早在4亿年前就已经灭绝，他们的后代连一块化石都没能留下。如果你站在一个外星生命的视角看这段历史，你会觉得地球上的生命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无数种生命形式被创造出来，被试验，被筛选，然后被抛弃。这不是成功的故事，这是不断试错、不断失败的悲壮史诗。而那些失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进步，他们只是恰好不适应那一刻的环境，或者恰好遭遇了那场天灾。二叠纪末期的大灭绝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生命浩劫。西伯利亚的超级火山喷发持续了数十万年，向大气中释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全球气候急剧变化，海洋缺氧，海水酸化，整个生态系统崩溃了。96%的海洋物种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彻底消失。在那场灾难中，没有任何生命在努力进化，他们只是被动地承受着灾难，然后死去。这就是进化论告诉我们的第二个真相：生命的历史不是不断走向辉煌的凯旋曲，而是充满死亡和毁灭的悲歌。我们能活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最优秀，只是因为我们最幸运。现在让我们聊聊一个最常见的误解：生命是从简单变复杂的，所以复杂代表进步。这个逻辑看起来很有道理，毕竟细菌肯定比人类简单，而人类肯定比细菌高级。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逻辑，就会发现它其实站不住脚。首先，复杂性并不是生存的优势。在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生命形式是什么？不是人类，不是哺乳动物，甚至不是恐龙，细菌。这个地球上细菌的数量比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细胞总和还要多，它们存在于每一个角落，从深海热泉到南极冰层，从你的肠道到外太空。细菌是真正的主宰者，它们根本不需要变得复杂，就能够活得很好。事实上，复杂性往往意味着更多的风险。人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需要复杂的协调机制才能维持运转。一旦某个环节出错，就会引发疾病。癌细胞就是正常细胞，在复制过程中出了错，而细菌永远不会得癌症，因为它们根本没有那么复杂的复制机制。其次，复杂性是可以走回头路的。你可能以为进化只能往前走，生命只能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实际上生命一直在做减法。绦虫曾经也有消化系统，有嘴巴，有眼睛，但当它们决定寄生在宿主的肠道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之后，这些器官都退化了。现在的绦虫只是一条扁平的、没有任何复杂结构的带状生物，但它们活得好好的，繁衍的比很多复杂生物都要成功。深海安康鱼也展示了另一种复杂性倒退的策略，它们的雄性体型只有雌性的1/10%甚至1%，一旦找到雌性，就会永久附着在雌性身上，最终甚至和雌性的血液循环系统融为一体。这看起来是不是很退化？但这恰恰是最有效率的繁殖策略，因为在黑暗的深海中找个对象实在太难了，不如直接依附在一个身上。所以复杂性从来就不是进化的目标，更不是成功的标志，它只是生命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可能选择。选择变复杂可以活下来，选择变简单同样可以活下来。进化没有偏好，它只看结果。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思考：如果复杂性不等于进步，那人类引以为傲的智慧和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进化论的历史上，
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做复盘进化。这个实验问的是，如果把地球的历史重新来一遍，让生命从最早的有机分子重新开始演化，最终会进化出人类吗？答案是几乎不可能。进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偶然，寒武纪大爆发的具体机制我们至今不完全清楚，但那场演化大爆炸显然依赖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如果当时的氧气含量稍有不同，如果当时的温度稍有变化，如果那颗改变生态格局的陨石没有撞击地球，生命的历史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更具体地说，人类的出现依赖于一系列极其偶然的事件。首先，需要一颗足够大的月球来稳定地球的自转轴，否则地球的气候会变得极其不稳定，很难演化出稳定的大型生态系统。其次，需要一颗温和的恒星，既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而且要燃烧足够长的时间，给生命足够的时间来演化。再次，需要一颗位置恰到好处的行星，既要处于恒星的宜居带内，又要有足够的重力来保留大气层，还要有合适的磁场来屏蔽致命的宇宙辐射。这些条件，任何一个稍微变化，结果都可能完全不同。而即使所有这些宏观条件都满足了，人类的出现还需要更多的偶然。6500万年前的那颗小行星，如果撞击的位置稍微偏移一点，可能就不会造成足够大的生态灾难，恐龙可能就不会灭绝，哺乳动物可能就永远没有崛起的机会。早期灵长类动物的一支，如果当初没有从森林走向草原，可能就不会学会直立行走，也就不会解放双手来制造工具。每一个环节都是偶然，每一个转折都是巧合。所以，如果问进化能不能进化出人类，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进化出了人类。但如果问进化是否必然进化出人类，答案是否定的。人类的出现是45亿年漫长历史中无数偶然叠加的结果，它不是必然，只是幸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沮丧。如果我们的存在只是偶然，那我们还有什么意义？但我认为，恰恰是这种偶然性，让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珍贵。不是因为我们是必然，不是宇宙的目标，不是进化的终点，而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宇宙中，我们竟然真实的存在着，真实的思考着，真实的感受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很多人想象的进化是一条从低到高的阶梯，最低级的是单细胞生物，然后是简单多细胞生物，然后是鱼类，然后是两栖动物，然后是爬行动物，然后是哺乳动物，最后是人类。人类站在这个阶梯的最顶端，俯瞰着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但这是对进化的严重误解。真实的进化不是一条阶梯，而是一棵不断分叉的大树。树干是最早的共同祖先，而所有的分支都在同时生长，彼此之间没有高低之分。细菌依然是细菌，它们并没有进化成人类。细菌和人类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支，只是走了不同的道路。如果你是一只细菌，你不会觉得人类比你更高级，你们只是不同，各有所长。你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你能够快速繁殖，你能够轻易地交换基因，而人类能够思考，能够创造，能够感受美和爱。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应不同的环境罢了。而所谓的高级和低级，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我们之所以觉得哺乳动物比爬行动物高级，是因为哺乳动物和人类更接近。
我们之所以觉得脊椎动物比无脊椎动物高级，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脊椎动物。这不是科学的判断，这是偏见。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在进化这棵大树上，每一个活着的物种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筛选的幸存者。蟑螂比恐龙活得更久，细菌比任何多细胞生物都更成功。如果要用成功来衡量生命的价值，细菌才是真正的赢家，而人类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手。这可能会让人类感到尊严受损，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情况就不一样了。正是因为进化没有方向，正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只是偶然，我们才更应该珍惜当下。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能够存在，能够思考，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能够爱和被爱，这些都是偶然中的幸运。在进化的历史中，死亡从来不是意外，而是常态。早期的生命形式可能并没有死亡这个概念。最原始的生物通过分裂来繁殖，一个个体变成两个，理论上可以无限延续。但即使是这样的生命，也面临着死亡，被环境杀死，被其他生物吃掉，被各种意外终结。而对于复杂的多细胞生物来说，死亡几乎是必然的。每个细胞都有分裂次数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海弗利克极限。大多数体细胞在分裂大约50到70次之后，就会停止分裂，走向程序性死亡。这不是 bug， 这是设计。多细胞生物需要死亡，因为如果细胞永远不死，就会无限累积突变，最终变成癌症。死亡是生命为了长期生存而付出的代价，所以死亡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在整个进化史上，大规模的灭绝事件发生了至少5次，每一次都消灭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的生命形式。但也正是这些灭绝事件，为新的生命形式创造了机会。如果没有6600万年前的那场大灭绝，哺乳动物可能永远都不会崛起，人类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恐龙是伟大的，它们在地球上生存了 1.6 亿年，演化出了无比多样的形式，从微小的羽毛恐龙到巨大的梁龙，从凶猛的霸王龙到温和的三角龙。它们是生命演化的杰作，是地球历史上最成功的陆生脊椎动物之一，而我们哺乳动物只是在恐龙灭绝后的废墟中慢慢崛起的后辈。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只蟑螂，不要嫌弃它低等。这个不起眼的小生物经历过无数次大灭绝，依然存活。它们的祖先可能比恐龙还要古老，它们是真正的幸存者，是45亿年进化史的活化石。它们不需要进化成人，因为进化不是目标，而它们已经足够成功。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上，大多数文化都相信世界是有目的的。太阳神为人类带来光明，丰收女神为人类带来食物，造物主创造了人类，并赋予我们使命。这种目的论的思维方式给了人类存在意义和方向。但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命没有设计师，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生命的所有复杂性都是在盲目变异和无情筛选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没有哪个基因想要变成更复杂的生物，没有哪个物种计划要征服地球。所有看似有目的性的设计，比如眼睛的精妙结构、翅膀的空气、动力学、蜂巢的几何之美，都只是自然选择的副产品。眼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期生物可能只有一些简单的感光细胞能够分辨明暗，这些感光细胞在某些物种中逐渐增多，在某些物种中逐渐减少。在一些物种中，
这些感光细胞开始凹陷，形成能够粗略成像的结构。在另一些物种中，这些凹陷继续演化，形成晶状体，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复杂眼睛。这个过程没有任何预设的目标，眼睛不是因为想要看得更清楚而演化的，只是因为那些恰好有更完善感光结构的个体，在特定环境下有更高的生存概率，所以这些结构才被保留下来。一代又一代微小的改进累积起来，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密器官。这个解释可能会让人觉得冷冰冰的，甚至有些可怕。一双能够欣赏落日的眼睛，竟然不是造物主的恩赐，而只是盲目过程的产物。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竟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而存在，而只是为了吸引传粉昆虫。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情况就不同了。正是因为没有目的，世界的可能性才是无限的。如果进化有一个预设的方向，如果生命有一个既定的目标，那所有的变化都会被限制在这个方向上。但正是因为没有目的，生命才有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才有可能产生我们无法预测的无限多样性。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正是因为存在没有目的，我们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创造意义。这不是宇宙给我们的任务，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种自我创造的意义，可能比任何预设的意义都更加真实，更加珍贵。人类的一生不过100年，最远大的梦想也不过几代人的时间，但进化的时间尺度是100万年，是1000万年，是1年。在这个尺度上，变化是缓慢的，但也是深刻的。想象一下，把45亿年压缩成1年，在这1年的第1天，也就是1月1日，地球刚刚形成。在2月或3月，最早的简单细胞出现了，直到11月中旬，多细胞生物才出现。这距离年初已经过去了300多天。然后在12月初，寒武纪大爆发开始了，所有主要动物门类的祖先都在这一段时间出现。恐龙在12月中旬统治地球，在12月26日左右灭绝。哺乳动物在这之后才开始真正崛起。人类出现在这一年的最后1分钟，12月31日晚上11点59分46秒。而你我这会儿正在度过的今天，在时间尺度上连1毫秒都不到。在这个压缩的时间线上，人类文明的历史不过是最后0.1秒。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发明了文字，发明了科学，发明了飞机和互联网。我们以为自己改变了世界，但在进化的眼中，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理解这个时间尺度，有助于我们放下人类的傲慢。地球不需要人类，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45亿年，地球在人类灭绝之后还会继续存在数十亿年。人类只是这颗星球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一个可能随时会被删去的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没有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时间短暂，正因为存在是偶然，我们的每一刻才更加珍贵。我们不需要和地球的历史比，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认真度过这短暂而珍贵的每一刻。进化论还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所有的生命都是相连的，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我们和细菌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和植物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和真菌有共同的祖先。这个共同祖先生活在几十亿年前，从它开始，生命之树不断分叉，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万千物种。这意味着
人类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周围的一切生命共享着 DNA， 共享着进化的历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生存的命运。你的身体里住着数万亿个细菌，它们主要分布在你的肠道里，帮助你消化食物，合成维生素，调节免疫系统。没有这些细菌，你根本无法存活。这些细菌不是寄生虫，而是你的合作伙伴，是数百万年共同进化的伙伴。这个认识会改变我们看待其他生命的方式。一只狼，它不是低等的野兽，而是我们遥远的亲戚，是共同演化了几千万年的同类。一棵树，它不是无感的背景，而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它会感知环境，会和其他树木交流，会为了生存而挣扎。一只昆虫，它不是讨厌的害虫，而是一个精密的生物机器，是亿万年进化的杰作。进化不是孤独的竞赛，而是共同的舞蹈。在这个舞蹈中，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个物种都在维持着生态系统的运转，都在和其他物种相互依存。一只蜜蜂的死可能影响到一朵花的繁殖，进而影响到整个生态链条。细菌的消失可能导致整个生物圈的崩溃。在进化史上，最让我惊叹的不是那些高级的复杂生命，而是那些最顽强的幸存者。水熊虫可能是地球上最顽强的生命。这种微小的缓步动物只有不到1毫米长，但在进化史上，它们的适应能力堪称奇迹。它们能够在零下272摄氏度的低温下存活，能够在沸水中煮15分钟而不死，能够承受比深海压力大1000倍的压强，能够在真空中存活10天，甚至能够承受致命的宇宙辐射。它们是怎么做到的？水熊虫在面对极端环境时，会进入一种叫隐生的状态。它们会收缩身体，排出几乎所有的水分，关闭新陈代谢，进入一种假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们可以存活几十年，甚至更久。当环境好转时，它们会重新苏醒，继续正常的生活。这不是科幻，这是进化赋予的能力。这种极端的生存能力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进化出来的。水熊虫只是需要应对地球上多变的环境。在某些时候，它们可能面临干旱，它们的栖息地可能干涸。在某些时候，它们可能被鸟类带到很远的地方，需要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极端的适应能力是在无数次筛选中积累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水熊虫证明了生命的韧性。生命不怕失败，不怕灾难，不怕灭绝事件。它害怕的只是彻底的消亡。只要还有一丝可能，生命就会找到出路。大灭绝消灭了96%的物种，但还是有4%存活下来。这4%经过漫长的演化，又会填补空缺的生态位，再次繁荣起来。所以，即使发生了人类无法应对的灾难，生命也不会彻底终结。它会找到新的方式，继续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延续。在进化论的框架下，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进化没有方向，如果生命没有目的，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很多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会感到恐惧和空虚。既然一切都没有意义，那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既然死亡是必然的，那我们的努力又有什么用？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情况就不一样了。正是因为没有预设的意义，我们才有机会创造自己的意义。这个意义不需要宏大，不需要永恒，甚至不需要被别人认可，它只需要对我们自己有意义。也许你人生的意义是爱你的人与你爱的人，也许
是追求某个领域的卓越，也许是体验世界的美好与奇妙，也许是为他人带来一点帮助，也许只是平静地度过每一天，感受阳光、微风、美食、音乐这些简单的快乐。这些意义在进化论看来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意义比哪个意义更高级。一个选择隐居山林思考宇宙奥秘的哲学家和一个选择照顾家人的普通人，在进化的眼中是平等的，两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度过着短暂的一生，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所以不要被意义这个词吓到，它不需要被证明，不需要被认可，不需要被写进历史书，它只需要真实的存在于你的生活中，真实的让你的存在变得值得。此刻的你可能正躺在床上，听着我的声音慢慢入睡，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无数星星在闪烁，它们中的很多比太阳还要古老，比地球还要古老。在那些星星的某个方向，也许正有无数生命在演化，也许正有文明在崛起，也许正有智慧在思考和人类同样的问题。而我们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在这片宁静的夜晚，思考着进化的秘密，思考着存在的意义，思考着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地球用了45亿年演化出了能够思考这一切的生命，而我们就是这思考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进化的胜利者，我们只是侥幸的幸存者。但作为幸存者，我们已经足够幸运，足够珍贵。所以不要焦虑，不要恐惧，不要为那些宏大的、抽象的、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担忧。专注在当下，专注在你能触及的每一刻，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身体的存在，感受这个夜晚的宁静。进化没有方向，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生命没有目的，所以你可以创造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存在不是因为必然，而是因为偶然。但恰恰是这种偶然，让我们的存在更加珍贵。在这个夜晚，你不是孤独的旅行者，而是45亿年生命史上无数幸存者中的一个。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你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你只需要存在着，感受着，思考着，爱着。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晚安。